你以为节制这张牌是在告诉你要忍耐，要保守，要什么都不要做吗？其实不是，节制真正要告诉你的是人生很多问题不是靠极端解决的，而是靠调和。不是拼命往前冲就会成功，也不是完全退后就能安全，而是在进与退、快与慢、理性与感性、欲望与节制之间找到一个刚刚好的流动。在韦特塔罗牌里，节制牌的画面看起来很安静，却藏着非常深的智慧。牌面中央是一位天使，一只脚踩在水中，一只脚踩在陆地上。水代表情绪、潜意识、感受与内在世界，陆地代表现实、行动、规则与生活责任。这个姿势不是随便站着，而是在告诉我们，真正成熟的人不会只活在感觉里，也不会只活在现实压力里，而是能够一边理解自己的感受，一边面对现实的要求。天使手上拿着2个杯子，把水从一个杯子倒向另一个杯子。奇妙的是，水流不是往下倒，而像是平稳地在2杯之间流动。这代表节制的核心不是压抑，而是转化。情绪来了，不是硬忍；欲望出现，不是立刻满足；问题发生，不是马上爆炸，而是把混乱的能量慢慢整理，把冲动变成智慧，把痛苦变成理解，把失衡的人生重新调回可以运作的状态。所以节制不是叫你没有脾气，而是叫你不要让脾气替你做决定。节制不是叫你没有欲望，而是叫你不要被欲望牵着走。节制不是叫你放弃追求，而是提醒你，真正能走得远的人，不是靠一时爆发，而是靠长期稳定。如果把节制对应到人生，它最核心的主题就是找到中道。这很像易经里反复提醒我们的智慧，过与不及都会失衡。太急容易错判，太慢容易错过，太刚容易折断，太柔容易被人牵着走。真正好的状态不是永远站在某一边，而是能根据时机调整自己。在感情里抽到节制，很多人以为这是不是代表不够爱，不够热烈。其实节制要说的是，一段能长久的关系不能只靠激情。刚开始的心动很美，但真正相处久了，考验的是沟通、包容、节奏与彼此的调整。你不能只要求对方照你的方式爱你，也不能一直牺牲自己去配合对方。节制提醒你，爱不是谁吞掉谁，而是2个人慢慢找到共同的步调。当你们争吵时，不要急着分胜负；当你觉得委屈时，也不要只是冷战。你要学会把情绪说清楚，把需求讲明白，让关系从对抗变成理解。如果你现在遇到暧昧或关系不明，节制也提醒你不要急着逼出答案。有些感情需要时间沉淀，有些人需要观察对方是否真的稳定。不要因为一时寂寞就投入，也不要因为害怕受伤就完全关闭自己。你可以慢一点，看对方的行动是否一致，看彼此的价值观是否能融合。真正适合你的人，不会只让你心跳加快，也会让你的心慢慢安定。在工作与事业里，节制代表整合资源，调整节奏，建立长期可持续的模式。如果你现在很想成功，这张牌会提醒你，不要只追求短期爆红或一次翻身。很多人的问题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努力方式太极端，一下子熬夜拼命，一下子又完全放弃，一下子想做很多事，一下子又被压力压垮。节制告诉你，真正有效的工作方式是把时间、能力、人脉、资源调配好，让每天的小进步可以累积成大成果。如果你正在面对职场冲突，节制也不是叫你忍气吞声，而是提醒你先冷静观察局势，不要在情绪最高点做决定，不要在气头上说出无法收回的话。你可以坚定，但不必尖锐；你可以表达立场，但不必把关系撕破。很多时候，会沟通的人不是比较软弱，而是更懂得用最小的代价达成最大的效果。在金钱方面，节制是一张非常重要的提醒。它不是叫你不能花钱，而是叫你不要让财务变成情绪出口。心情不好就购物，焦虑就投资，看到别人赚钱就跟风，
这些都不是自由，而是失控。节制提醒你，钱要流动，但不能乱流；生活要享受，但不能透支未来。真正好的财务状态是收入、支出、储蓄、投资之间有稳定比例。你不需要把自己逼到完全不能享乐，也不能因为想享乐就忽略风险。节制的金钱智慧就是把欲望放在可承受的范围里。在身心状态里，节制更是非常直接，它提醒你，身体需要平衡，心也需要平衡。太忙会耗损，太闲会散掉，太压抑会生病，太放纵也会失控。如果你最近睡不好，情绪不稳，生活混乱，这张牌不是叫你立刻做大改变，而是从最基本的事情开始调整：睡眠、饮食、作息、呼吸、运动、情绪整理。很多人生困局，不一定是命运不给你机会，而是你的能量已经失衡到无法承接机会。如果你遇到人生低潮，节制要给你的建议是，不要急着把一切翻盘。低潮的时候，人最容易做极端决定，像是突然离职、突然分手、突然投资、突然封闭自己。但节制提醒你，先让自己的心回到稳定，再做选择。你可以先把问题分成几个部分，一次处理一件事。你可以先让情绪降温，再回头看事情的全貌。人生不是所有问题都要用大破大立解决，有些问题只需要慢慢调整，就会开始好转。如果你现在很迷惘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，节制告诉你，先不要急着追求答案，先把自己调回清明的状态。当你内在混乱时，你看到的世界也会混乱；当你内在平衡时，你才会看见真正适合你的方向。很多时候，答案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，而是在你慢慢整理自己之后，自然浮现。节制这张牌最美的地方，是它不追求戏剧性的胜利，而是追求生命的和谐。它不像战车那样冲刺，也不像力量那样驯服野兽，更不像死神那样彻底结束。节制是在告诉你，人生真正高级的修行，是把不同的部分融合在一起，把理想带进现实，把情绪转成理解，把伤痛转成经验，把冲突转成合作，把混乱转成秩序。所以当你抽到节制牌，请你记住，你不是不能前进，而是要用更稳的方式前进。你不是不能爱，而是要用更成熟的方式去爱。你不是不能追求成功，而是要让成功建立在可以长久维持的节奏上。真正的节制不是压抑自己，而是掌握自己；不是失去热情，而是让热情不再烧毁自己；不是什么都不要，而是知道什么时候该加一点，什么时候该减一点，什么时候该坚持，什么时候该放松。人生最难的，往往不是做出最激烈的选择，而是在混乱中保持清醒，在拉扯中找到平衡，在变动中维持自己的中心。如果你最近正处在人生失衡的阶段，也许节制就是在提醒你，先不要急着证明什么，先把自己的心调回来。当你的内在重新平衡，外在的路也会慢慢顺起来。你最近的人生是太急了，太累了，还是太压抑自己了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状态。也许节制这张牌正在提醒你，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更用力，而是重新找回属于你的节奏。